北京时间7月27号清晨，我们的长兴科技上市啊。昨天，中国的科创板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长兴科技上市。这家公司的发行价是8块6毛6，开盘价是49块5，直接飙涨471%，中1000就可以挣2万多块钱。开盘之后呢，股价一路继续飙涨，最高涨到55、6块钱啊，市值达到了3.68万亿人民币，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间的市值一哥。你看茅台大名鼎鼎啊，现在市值还不到2万亿啊，那大概就只有长兴科技的一半。那工商银行、宁德时代那都是巨无霸，也都被长兴科技甩在了身后。腾讯是在香港上市的啊，市值是4万亿港币，你折算成人民币也不到3.68万亿啊。那你想想啊，这腾讯发展到今天，那走过2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就迈过万水千山，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间的市值一哥。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着这家企业的上市啊，应该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造富神话。这家公司的 CEO 呢叫朱一鸣，他拥有长兴科技2.64%的股份，总共呢是15.9亿股。那这些股票值多少钱呢？我给他算了一下啊，大概值787亿人民币。这家公司呢一共有7名高管，这7名高管每个人名下的股票的价值都超过了10亿人民币。长兴科技在上市之前呢，搞过一轮配售，选了377个人，战略配售呢每个人大概是200万人民币。那么这些人再加上他2020年、2021年搞过的这些企业的股权激励啊，就有上千人在公司内部都拿了股票。那这些股票上市之后啊，他们呢高的都直接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低的也变成了千万富翁。所以人就说了，现在的长兴科技啊，亿万富翁多如狗啊，这千万富翁满地走啊。这就让我想起了那海力士去年年底的时候，年终奖都发了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啊，把这个整个韩国都给震惊了。据说很多韩国的姑娘啊，就去抢这个海力士这些员工。长兴科技这次上市啊，我估计很多合肥的姑娘啊，也会去抢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些员工。你看这个上市这一天啊，长兴科技的这个员工啊，走电梯都是高管啊，表情好像也没太高兴啊。据说是这朱一鸣就跟他们讲了，低调，不要显得那么高调。但是你再低调，你想想你这么多亿万富翁，这么多千万富翁，那还是引起了整个市场的关注啊。当然长兴科技上市啊，最大的赢家是谁呢？最大的赢家是合肥的国资委。这合肥的国资委啊，合并一共持有长兴科技36.79%的股份。那这些股份啊，按照昨天的市值来计算，大概就价值1.3万亿人民币。这1.3万亿人民币可不得了啊！你要知道，全国一年卖地现在才能卖个2、3万亿，你现在这家合肥国资委光上市公司的股份就值1.3万亿了。合肥一年的就是财政收入也就1000亿人民币，他这合肥啊，他自己的城投债就自己的欠债3000亿人民币啊！你想想，你现在就长兴科技上市之后，这股票啊市值相当于10年的财政收入，还多。那你合肥欠的钱还4次都可以还够了啊！所以你可见到这合肥国资委是赚大发了啊！也包括一些其他人啊，比如说阿里，据说赚了1000亿，小米也赚了大几百亿。这小米最近一直在跌啊，现在呢，昨天也在跟着在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造富神话，不仅仅包括员工，也包括很多早期的投资者啊。那么这个长兴科技啊，虽然现在变成了中国的市值一哥，但其实它名气并不是特别大。这公司成立啊，它是2016年，到现在也才10年啊，倒退2年还在亏损。2024年的时候，一年亏损71个亿，去年才首次盈利。但是到今年1季度可不得了啊！今年1季度的时候，1到3月份，销售额是508亿，利润呢是247亿，一天就挣3个多亿。就今年上半年啊，这长兴科技啊赚的钱就把过去10年所有的亏损全部都给覆盖了，现在变成了一个印钞机啊。当然了，长兴科技啊上市啊，它不仅仅啊是一个财富神话，
更重要的，它是改变了世界整个半导体的江湖。在这个芯片内存这个行业里头，世界上有三大巨头，一个是三星电子，一个是海力士，再加上美国的美光科技。这三家呢，基本上是霸占了整个市场。但是现在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啊，它在整个这芯片储存市场里头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8%，它成为了整个中国啊冲击世界三大巨头过程中间的先锋部队。它对整个这个竞争格局，它都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长兴科技上市背后的故事啊。我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向长期信任和支持长兴科技的广大投资者、合作伙伴、客户朋友，以及一路拼搏奋斗的全体员工致以最诚挚的感谢。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技术的敬畏、对创新的投入和对产业的热爱，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半导体存储企业。这长兴科技的 CEO 呢叫朱一鸣，他1972年出生在江苏的盐城，1989年呢考上了清华大学，读这工程电子。本科毕业之后呢，又在清华读了硕士。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华园周围有很多这种创新企业中关村嘛。他据说在读硕士期间就在这企业里兼职，开始搞一些设计了。考上博士之后不久，他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就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实习分校继续读工程电子专业。这个实习分校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就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所以他跟杨振宁是校友他在实习分校也读了不久，他就辍学了，就直接到硅谷去就业去了。那个时候硅谷呢，也正是互联网产业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也基本上不看你这个学位就看你的能力。他在这个硅谷这跳了几家企业，一直都在储存行业里头做设计。据他自己讲，在这里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意识到就整个这储存芯片行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格局变化。那么这些储存芯片已经慢慢的从美国生产重心转移到了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但是中国大陆呢，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但是储存芯片的生产能力为零，所有的芯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2004年的时候，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创业计划，就给他自己一个校友叫李军，在硅谷那个地方讲述自己的梦想。什么梦想呢？他想回中国创业，创立中国的三星电子，创立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企业。他立下了一个宏愿，所以在2005年4月份的时候，他怀揣着10万美金就从硅谷辞职，回到了北京，在清华园区创立他自己的企业。这家企业后来改名叫兆易创新。刚刚创立的时候，他生产那个诺 Flash 芯片。这诺 Flash 芯片其实当时属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闪存芯片因为那三大巨头当时都是开始生产一些高端芯片了。这个市场有很多需求，但是呢，生产的人不多了，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市场空间。这朱一鸣他一开始没有在那个最先进的领域里去跟别人去拼他在一个简陋市场他开始找到一个市场缝隙。2007年的时候，他生产了中国第一个这 NOR Flash 芯片，那也算是中国就是这个存储芯片过程中间的一个开创性的产品也挺了不起的。那经过10几年的发展就是这个兆易科技已经成为了世界NOR Flash 芯片过程中间的3大供应商。2016年的时候呢，这家兆易科技呢在中国的 A 股市场就成功上市了。2016年上市之后他这个企业一共融资了5个多亿。这个时候他没有坐享其成。在2016年的5月6号他带着一个计划书就来到了合肥，跟合肥市的合资委开了一个闭门会议。他想在合肥重新创立一家企业，生产 DRAM 芯片。这 DRAM 芯片呢，就比他原先那个兆易科技生产的芯片又高一个等级了非常不容易。在国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三大巨头就是这个三星电子也包括海力士还包括美国的美光科技其他的国家基本生产能力为零，
它这个投资门槛非常高，一条生产线啊上百亿人民币，而且5到8年内不可能盈利。其次呢，专利壁垒特别深，一般来说你没有这个专利啊，你生产进去，人家一告你，你基本上就废了。所以呢，你要想重新打破这3家企业的垄断，困难重重。但是朱一鸣呢就觉得，同样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因为这一年呢，中国呢和美国已经发生了一些科技领域的贸易摩擦。那么中国政府呢就把纯组芯片国产化当做了国家战略。这朱一鸣啊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于是就找到了合肥市的国资委，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企业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资金实力嘛。而合肥市的国资委呢，这个时候正在搞这个创投城市。要我说啊，这合肥市的这个领导啊，确实也蛮有眼光的啊。他们当时在搞一个叫新屏契合计划，芯就是芯片的芯，屏就是这个大屏幕，契就是新能源汽车，合就是产业融合。在这芯屏契合这4大产业集群中间呢啊，芯片又是这中间的重中之重。所以呢，他们就跟这个朱一鸣啊一拍即合啊，首期投资是180亿。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家虽然赚了1.3万亿啊，那人也是大手笔、大气魄，押宝人押赢了。那后来你知道那个新能源汽车，后来他们也押赢了。要知道10年前啊，合肥市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不光是新能源汽车了，所有汽车产量加起来不到10万辆。但是现在呢，整个汽车产量1年生产137万辆，成为了全国啊单一城市汽车产量最高的城市。那这里头啊，大家都知道，那蔚来汽车在2019年的时候啊，经历了产业最低谷的时期。他的 CEO 李斌拿这个项目计划书，在全国走了20多个城市，就希望这城市能够拉他一把，救他一把。没人理他呀。结果李斌来到了合肥啊，合肥当时呢一拍即合，直接给他注资70亿，让李斌把这个蔚来汽车的产业中心直接搬到了合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合肥啊，当时的战略眼光还是存在的，包括那京东方的投资啊，也非常成功啊。所以在2016年，他们就跟朱一鸣联合创立了长兴科技。这长兴科技啊，成立之后啊，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我们刚才说了，虽然你有钱了，但是你面临一个巨大的专利壁垒啊。这3大科技巨头每一家都有很高的这个专利这个护城河，你这个生产过程中搞不好一告你，你就完了嘛。结果这个朱一鸣啊，当时这个时候呢，就盯上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呢是一家德国企业，名字叫做奇梦达。这奇梦达呢，早年曾经是这存储芯片领域中间的啊，这排名第2的企业。鼎盛时期啊，这员工有1万多人呢，研发人员都有2000人呢，每年的这个收入啊有28亿欧元呢。结果啊，这整个这芯片行业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啊，就赚钱的时候赚死，赔钱的时候赔死。2006年的时候啊，它是顶峰啊，28亿的收益啊。2007年就开始下跌，跌到10亿。到2008年的时候啊，这芯片价格跌到什么程度呢？就跌到了一颗芯片的价格大概就只有0.6美元，不但跌过它的成本价，甚至跌过它的原材料的价格。那这个奇梦达啊，这家企业啊，当时就向他的母公司求救，也向德国政府求救。就德国政府呢，就让他们开价，说开价了3个多亿欧元。结果德国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这个企业内部一看，说3个多亿救不过来。后来呢，就望而生畏，最后这奇梦达这家公司呢就破产了。这奇梦达公司啊，当时他采取的技术路线跟这个三星电子包括海力士啊，它不太一样。所以呢，它虽然破产了，它当时一共有7000项所谓的专利技术就在这个企业手里。据说当时有中国的企业想要收购这家企业，就破产的时候啊，结果迟了一步，没收购成功。那么这家企业的专利技术后来就卖给了一些加拿大的一家专门交易就是这个专利技术的公司。那朱一鸣在成立长兴科技之后啊，他就跟这家公司啊一共谈判了2年。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奇梦达公司一共7000项专利全部收购到了自己名下。当时啊，这些技术为什么你说三星电子他们不收购呢？其实这个奇梦达的这个技术啊，相对于三星电子包括海力士来比啊，它已经落后了一代。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属于过时的技术啊，不值得收购。但是对于长兴科技来说呢，这是雪中送炭呢。你别看它落后了一代啊，关键是它的技术路线，据说是跟三星电子，也包括海力士呢，它不太一样，走的技术路线不同。那这样的话，它买下了这个奇梦达的这个专利技术呢，它实际上就构建了自己的专利的底层的基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朱一鸣就讲了啊，说这奇梦达的专利啊，实际上是你进入到芯片存储行业的入场券。你不买下这个专利技术，你其实没有办法进入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大国博弈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去。所以啊，这奇梦达对于这个长兴科技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2019年，也就是他买下奇梦达专利技术这一年，这个长兴科技啊就生产了中国第一颗 DRAM 的这个芯片。这 DRAM 的芯片呢，这个生产出来之后呢，中国国内啊有巨大的市场啊。那虽然说国外这个市场中间还是比较大，但中国的国内市场啊，也是随着这个整个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呢，需求巨大。但是这个长兴科技啊，它自己因为光刻机受到那阿斯麦的这个控制啊，它自己的良品率据说一直不是特别高，说良品率现在只有90%啊，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实际上是高于海力士的，也是高于三星电子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科技产业振兴计划啊，有国内巨大的市场啊，因为你国外的那些芯片你动不动就不卖给中国啊，所以长兴科技的储存芯片啊，在中国内部呢，它还是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但是这长兴科技一直在亏损，尤其是在2022年到2024年这期间啊，就整个芯片储存行业啊，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寒冬。2022年这一年啊，三星电子一年的盈利啊，说下跌了97%啊，海力士亏损啊。那美光科技这一年的亏损额达到了58亿美元，因为这个强周期行业啊，它基本就是你过剩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没人要了。那你要是这个市场需求来的时候呢，就往死里赚钱了。这个时候对于长兴科技来说呢，就是一个要命的时期。一般来说，在一个市场低谷时期啊，大家都可以减产，就跟那石油的欧佩克一样啊，你油价下跌了，你减产吗？这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结果长兴科技在2022年的时候啊，跟合肥国资委双方进行合计啊，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减产，相反得扩产，逆势扩产。我觉得这个决策啊，真的是需要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格局啊。长兴科技原先每个月生产的芯片大概就10万片，结果他们在2022年决定把自己的芯片的月产量直接提高到30万片，然后价格呢直接打到国外竞品的1/2，在国内啊，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每卖一颗芯片都要赔钱。所以从2022年到2024年啊，长兴科技这3年的时间，据说一共亏损了300亿。但这个时候人家这个合肥的国资委也不简单呐，一直就给注资来支持啊。整个合肥的国资委啊，在长兴科技这么多年发展过程中，一共注资了300多亿。所以你说人今天挣了1.3万亿啊，那人家也是当年这投入下了血本啊。结果到了2024年，整个市场发生变化了，最大的变化就是 AI 产业的崛起。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啊，存储不够了，所以存储的价格就开始上涨。2025年的时候啊，这长兴科技就开始首次盈利，然后这个芯片的价格继续在上涨。到了2026年的1季度啊，就是整个这长兴科技的芯片啊，跟去年同期相比，直接涨了6倍。那这个时候，那过去的这个亏损机器就变成了印钞机呀，所以1季度整个长兴科技的产值就达到了508亿，那么利润就达到了247亿。就在这个时候，长兴科技发起了在国内科创板的上市，通过了一个优先通道，完成了 IPO。这 IPO 啊，现在一共募集资金就超过了差不多是600亿人民币啊，创造了中国上市公司啊的一个神话。当然了，长兴科技啊，现在咱客观来讲，它生产的这个芯片，跟这个三星科技也包括这个海力士比起来，它整整还是落后了2代。因为现在这个海力士啊，也包括三星科技啊，他们都在生产一种叫
HBM 芯片，现在是国际上需求最大的，也是利润率最高的。但是这个 HBM 芯片本身现在长兴科技自己还没有能力生产这个主流产品。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因为它现在也拿不到比较好的光刻机所以现在一般认为长兴科技它现在距离这个三星电子他们包括海力士一流主流的产品还落后那么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长兴科技现在虽然说中国在这个存储芯片的江湖里头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呢，它实际上跟国际这3大巨头比起来，它市场还是有差距，占有率也有差距现在是整个这个芯片存储的市场一年大概是4000亿美元。在这个4000亿美元的市场中间呢，三星电子是排名第一，占有率大概是38%，海力士呢是29%，美光科技呢占有是22%，而长兴科技呢占有率是8%。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3大巨头之外，长兴科技现在是一枝独秀，但是你跟前3名比起来，你还是有一个体量的差距，也还有这个整个科技水平的差距。那么长兴科技这次募集完资金之后呢，据说它要全力冲刺这 HBM 这样的一个芯片为什么呢？因为这芯片产业现在大家都在加速的赋能，就是扩大自己的产能，所以现在市场研究到2028年的时候，这市场上的芯片就会过剩。长兴科技现在1个月的产能大概是30万片吗？说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扩产到35万片，说到明年年底的时候就能扩产到50万片，说到2030年的时候据说能到60万片。那么你一旦产能扩充到这么大市场过剩的时候那大家又会竞先打骨折价开始销售。那这个时候长兴科技你不但不赚钱，还有可能重新陷入到亏损。那么你这几大巨头那打价格战有可能绞杀你这长兴科技那你长兴科技，如果你要不能迈向 HBM 这个芯片领域内那你有可能你刚刚赢得的市场地位就有可能把你联合绞杀。据说现在长兴科技这 HBM 2型的芯片它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1个月6万片，但是更高级的芯片现在还没有突破。所以其实对于长兴科技来讲它这个突破整个3大巨头的这么一个漫漫征程应该说现在才刚刚起步。但不管怎么说长兴科技这家企业的逆袭其实也说明了中国制造确确实实在过去10年完成了一个脱胎换骨。因为这3大垄断巨头，日本没有突破，德国没有突破，其他国家都没有突破，包括中国到台湾都没有突破。那现在中国大陆依靠着自己的市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配套，终于杀出了重围，赢得了一张入场券。这本身都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所以现在有人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长兴科技在整个这存储芯片的市场中间，它有可能占有率至少达到12%，甚至有可能到2035年的时候超越美国的美光科技，这整个市场占有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未来10年在存储芯片领域内那有2国游戏，就是韩国和美国的竞争游戏，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3国演绎的这么一个这个竞争格局但是这个竞争格局毕竟给中国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这么一个基础性的建设设施。因为在 AI 时代存储芯片就相当于那电力，相当于石油你如果不掌握自主的生产能力你将受制于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攻克了这世界上最先进的这储存芯片市场，那美国对中国的你卡脖子的能力也就没有了嘛。所以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讲当年合肥国资委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创投资的勇气是得益于他们的一个市长，叫做吴存荣。这吴存荣挺了不起的，当时投了长兴科技之后他就走了，就到这个重庆去做官去了然后又转到了山西做政协主席。结果就在今年的3月份，他呢以受贿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受贿了1.27亿。我觉得这个结果挺令人觉得唏嘘的。你看这样的一个官员收了钱，结果把合肥给发展起来了结果自己呢又锒铛入狱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中国
高速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图景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北京时间7月27号清晨，我们的长兴科技上市啊，我们的朱一鸣董事长。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及关注长兴科技的网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于此时。我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向长期信任和支持长兴科技的广大投资者、合作伙伴、客户朋友，以及一路拼搏奋斗的全体员工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才能一步步地走到今天。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技术的敬畏、对创新的投入和对产业的热爱，持续提升科技竞争力，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半导体中国企业。我们也期待与广大投资者携手同行，共同分享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